嗨，我是蛙板。最近恐怖情人的傷害案件越來越多欸，像台中就有一個案件是前男友找她復合，被拒絕之後就直接，然後他就沒了。然後日本也有個案件是這樣，直接跑到前女友上班的地點，也是直接也沒了。對，就是這種案件好像有點越來越多，然後新聞出來之後，有很多的辣椒粉就說看了之後有點不太敢談戀愛，甚至有些案件根本就還沒交往，就什麼男同事示好女同事，然後女同事不答應而已，就做出傷害的行為。新聞標題還寫情殺，可是根本就不是，他就只是在告白而已，他身上就帶刀，這什麼意思？你告白你帶刀，準備你不答應我，對，是不是很奇怪？所以你不能說為什麼女生會害怕嘛，因為這種真實的案件太多了，這不是幻想的。那之前我們拍過男友會變恐怖情人嗎？恐怖情人日常徵兆。今天我還要再分享很容易辨識的3個點，請大家一定要認真聽進去哦。如果喜歡影片，歡迎訂閱，可以加入會員看更多影片哦。好，我覺得第一點其實很明確，但是多數人不會注意到，就是這個人是不是過度依賴你，或毫無底線的對你好。一般人可能會覺得這樣很棒吧，毫無底線的愛着你，對你好，無條件付出。對，無條件付出，這個無論男生女生都要注意。那什麼叫過度依賴跟毫無底線的对你好？我覺得如果男生对女生的話，他可能就是对你超級好，无微不至，該花錢該大方的都沒話說，就好到太超過了，好到一個不行。然後生日過節接送都做得很多，對你的朋友家人也都一起照顧到。然後可能大家都會說他是完美男友，甚至他不曾對你發過脾氣，你說什麼他都好，他沒有任何自己的一點點性格或價值觀，就是全面配合。這種男友你剛開始會覺得他很完美很完美，超好的，對不對？我曾經遇過這種人，一開始也會覺得他超好，然後有一次吵架，我覺得不太 OK， 我就說那還是要不要談分手？結果他就馬上生氣說，我已經對你付出了那麼多，我是不可能會接受分手的。好可怕哦！這句話我聽了就有點發涼，這就是表示他對你的好，他是一直在計算的，一直在累積的。我可以對你好到爆炸，但是我絕對不能失去你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我分手，那我一定會跟你討回來。那怎麼討？請問那種付出要怎麼討？你的時間、心力跟愛怎麼討？這很難討啊，這就變成一筆很奇怪的無形的債。那他如果一想偏，就很容易走歪。所以我那時候听到這句話，我就覺得有點恐怖。這個其實就是恐怖情人會有的邏輯。我可以毫無底線的對你好，我可以對你好到不行，但是你不能不跟我在一起，不能拒絕我，不能跟我分手，不能不接受復合等等，不然我就要連本带利討回來。所以他對你的好，他是一直認為你在欠他的哦。這是一筆債一直在累積哦。他是威脅的口氣哦。不是，我覺得是一種就是不可能，我不能這樣讓你走，我已經對你付出那麼多，我不可能接受分手，不甘心，這其實是就很深沉的不甘心。可是他卻說出來嘞，那你就知道這種恐怖情人期你就是要慢慢分，你不能直接說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跟你分手。不是，那要怎麼慢慢分？慢慢就是慢慢的冷淡，或者是開始不接受他的好，對，不要讓他再付出了，然後慢慢冷淡。真的要很慢哦，因為他會察覺到你會怕。對啊，我每天固定接受，你今天突然說我不用接了，那不是很怪嗎？对，所以不能找理由找借口。对对对，可能你換工作還是換學校還是什麼，慢慢的，我今天跟朋友一起搭車，或者是調走，對对對，或者是開始有跟別人併車什麼，你要有一些合理的理由，變成不是拒絕他，可是慢慢的跟他拉遠距離。因為很多人都問說，如果已經交往了，到底怎麼處理？像剛剛這個就是很實務的，就是慢慢拉開距離，但是不要被他發現你在推開他，但你們又真的有拉開，就像剛本來每天接送，找個什麼理由哦，現在我跟我同學併車，現在我都跟我同事一起什麼，有個女同事什麼什麼，開始變成哦不用接送了，那你是不是就減少相處時間？然後或者是本來都會出國旅行，就開始工作忙沒有出國，開始變成只有週末的碰面，你開始停掉那種出國的東西，或者是週末開始有一些加班什麼，就慢慢來哦，我跟你講，慢慢來，我再次強調，不要急哦，不要一下子就說，我工作忙，這個週末先不見面了。要溫柔一點。對對對，然後約去哪裡都要公開場合，不要再去他家，然後盡量不要獨處一個人走回家這類，就是你要開始注意你的人身安全。我之前聽到有那個徵信社的人說，他沒有接到案子是分手分不掉，還是離婚離不掉，直接找一個異性去吸引他的老公，把他勾走，這好像比較快齁。可是那就是直接讓他愛上別人。可是如果那個別人換他下一個受害者，他們可能有方法甩掉他，因为他可以直接消失，因為他是演員嘛。对。对啊，那他會不會又回來？对呀，那就是徵信社做不好，對吧？沒有結案，對，沒有結案。就是
轉移他的注意力跟目標，他就不會再從你身上追討了。搞不好下一個跟他很合啊。那如果他真的很痴情呢？对啊，他真的非你不可，非常真的有这种人吗？可能你说钱还白花了是吧？就是花了半年勾不走他。对，然後是他很堅持，就是要你，然後你慢慢沒用，他如果發現說你最近怎麼怪怪的。这种好恐怖也太恐怖了吧！因為你談判的時候，我就覺得這就真的在冤親債主。我覺得應該還是有吧。去拜一下冤親債主，真的解一下，不要被纏到。好可怕哦！我覺得這個真的太可怕。所以我覺得無論男生女生，真心建議談戀愛或交往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不要把它視為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然後付出什麼就一定要討回來的這種成本觀念。我真的覺得，男孩的家長也可以這樣教一下男孩，不要覺得付出就是成本，然後這個投資一定要有報酬率，以後要連本帶利拿回來，這樣很容易把男孩教成恐怖情人。然後也不要一談戀愛就覺得這個是一輩子，要定終身。女生也不要這樣想哈。然後如果分手就覺得自己損失很大，一整個過不去，那個不甘心的情緒很容易就會做出毀滅性的行為，鑄成大錯。所以我覺得本身是家庭教育，然後我們的社會教育從小就要教啦。第二點是注意對方的生活重心是不是都全壓在你一個人身上，例如經濟上的過度依賴，全部的費用都是你要出，給你一個人養等等，或者是生活上的過度控制，要你過度報備啊，極端的缺乏安全感的行為。我覺得經濟上面的依賴跟心理上面的依賴都會有問題。你不要以為遇到那種霸總，哇，每天都要問我幾點在哪裡，你現在在哪，剛回來，我去接你，有點煩。這種剛開始交往的時候會覺得他好體貼哦，好黏我，然後到哪都要接我，不管多久他都要等。你提分手看看，你就知道。因為這其實有時候是一種控制行為，不一定是一種體貼行為。有時候這是一線之隔，女生要注意，不要自己很有濾鏡，覺得我男友好愛我，你看現在又跑來等我了什麼。如果他有一點控制欲的話，我可能要緊張一下嘛。對，你要注意一下，那可能不是體貼或愛你，那是控制欲。那控制欲這個東西本身不是好的東西，因為他沒有尊重你，沒有給你自由。那他尊重你有分手的自由嗎？對啊，所以他連幾點你在哪裡或跟誰出去，他都有過度的控制欲，何況分手啊？所以不要以為這種控制欲是體貼或愛我，佔有欲過度就是很恐怖啊！他就是覺得他也可以佔有你的生命的決定權我之前有個朋友，就是我們就出去，然後她已經跟她男友說不用來接她什麼，硬來，對她男友就是硬來，我就是要去，然後就密我說，我在哪一間門口哦，那先不要跟他說，讓他好好玩，這種我不喜歡，結束了再跟我說，就是你還不跟我溝通，你還從我周邊的朋友下手，然後他就直接來了，這種我真的也覺得不行，自來，就是他硬要來，他不尊重你說的，然後他還不是跟你溝通說，真的不行了，我去等你了，沒關係，他還不是跟你，他是跟你周邊的朋友下手，但是很多女生在這一刻會覺得很體貼，或者是甚至女生朋友也會說，你男友真的很好，你看，你就叫他不用來，他還是來，而且他還都先跟我們打招呼，然後叫我們不要跟你說，不要有壓力，叫你好好玩。所有人會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行為，但是這個你就要想到他的反面。第一個，他不尊重你做的決定；第二個，他不跟你直接溝通，然後還要從你周邊的朋友下手，達成他自己個人的目的。知道嗎？這個要延伸思考的，不要只有在當下就說好啊，我男友還是真的很好什麼的。我以前也是交過一個對我非常好，然後我講不出他有什麼缺點，然後他很常跟我說我真的很愛你，但我不知道怎麼讓你知道。有一次呢，他就舔了我的月經。什麼？你是說一片衛生棉嗎？我想一想，不是，他好像用手去沾，然後他就舔了。什麼？我也是被嚇到。後來他做完這件事情之後，他就跟我說：“你現在知道我有多愛你。”好可怕！就意思是我連你的屎也可以吃的那種意思，對不對？有一點那種感覺。然後，可是因為他平常對我太好，我們也不怎麼吵架。然後就大概過了1年之後，這我會怕，這不行。全程把他甩掉了。相處到我甩了他很多次，而且他就是我很久以前講過那個拔方向盤的，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印象？就是他嗎？他很生氣，會拔車子的方向盤，根本就拔不起來，在那邊要在那邊拔，在那邊摇动它這樣子。捶牆壁，情緒不是他想要表達的是，你看我有多愛你。对对对，然後他舔完之後就跟我說：“你現在知道我多愛你，好惡，你不可以跟我分手。”這我整個人會冰掉，然後想說，這個我到底要怎麼離開他？對啊，慢慢要開始慢慢了，因為你這樣子，我不敢提分手。那個太 over 了，這個要再更慢一點，慢慢離開他，調一下身體。我都要鋪3年。對，我後來從我第一次講分手到後來真的分，應該有超過1年。對啊，因為這個太恐怖啦！這個我會覺得他可以做出任何激烈手段呢。對啊，他也有威脅我說他要去自殺過。對，就是這種東西啊，就那種殺人魔電影才會出現的情節。對啊，拍這一集沒有預期會聽到這種事。對啊，我嚇到
但我那時候我不知道是因為感情還沒出問題還是怎樣。其實我覺得，你當下我相信有一半應該是因為他很愛我。对，我跟你講，女生當下一定會覺得是愛，她只是在表達她的愛，你可能是不會嚇到的。大家要想一下，現在是因為我們在講恐怖情人的議題，你什麼都會往這個方向想。那是因為你已經先入為主，在我們現在創造的這個話題裡了。你當下在談戀愛，你正在愛他的時候，你不會往這裡想的。這也是為什麼恐怖情人你很難辨識，而且甚至在訪問的時候，大家都說，可是沒有，他超愛他的，他對他很好，都是這樣的啊。因為大家都不會往相反面去想，對啊。所以我反而覺得一段感情太沒有爭吵不是好事。你反而是就是要有爭吵、有溝通、有衝突、有冷戰，那才是有真的在互相挑戰对方的價值觀，有在磨合。然後如果不合，真的可以分，因为我也可以分，你也可以分。那種好到不行的，就是我都可以，因為我沒打算跟你分，你說什麼我都 OK。這種毫無底線的，我覺得比較可怕。第三點是吵架的時候，他有沒有不顧你安全的行為？這個也蠻好辨認的，因為恐怖情人就是會毀滅一瞬間嘛，然後他平常可能都好好先生，你突然在他發飆的那天才發現他怎麼會這樣，那有時候已經來不及了。例如吵架的時候直接動手就不用說了，家暴男嘛，暴力絕對零容忍。我指的不是這種很明確的暴力，我指的是那種，例如好會直接叫你下車，把你丟在路邊，可是那個地方、他就這樣對我，對，那個地方可能不是那麼好叫車的地方，方向盤拔不下來，拔不下來之後說你給我下車，不然你下車好了。在高速公路上叫我下車，對，像這個把你丟在路邊，高速公路叫你下車，或者是不是台北市旁邊都計程車的地方，可能搞不好陽明山上、淡水什麼哪邊叫你下車，我被丟在陽明山上過，就是這種。你怎麼那麼常被丟包啊？同一個，你不要，你看他丢你这麼多次哦。他後來有一次叫我下車，我死不下車，然後他飆車，這也是。那我宁願下車，就是把你丟在不好叫車的地方，或可能会有危險的地方，或者是沒下車，但是他開始狂踩油門亂飆，讓你感到害怕，以發洩自己的情緒，或者是猛踩剎車讓你撞頭等等，就是只要他一生氣，他就做出對你安全性有威脅的行為。他只是不是直接動手打你，這個就是恐怖情人，100%就是恐怖情人。或者是他會不會說他要傷害自己來威脅你？你如果怎樣，我就怎樣，我就割自己啊，我就從哪邊跳下去啊，這種。那有時候也是女生會這樣，就是如果男友怎麼樣，他就說你再不回來的話，我要拿東西割自己了，就拍美工刀給他看，幹嘛的？我還有遇過是女生故意 po 文給男友看 ，take 他說你不要我沒關係，信不信我今天晚上去找你兄弟睡？超可怕。這也是一種威脅，就是他用傷害自己來威脅你。所以兩種，一個是傷害你，一個是傷害自己來要求你達到他要的目的，這兩種都是恐怖情人。然後只要做過任何一次，他就不會停下來，你就要開始鋪分手了。不要再覺得說他因為很愛你才這樣，或他一時生氣才這樣，不是哦，這就是恐怖情人。所以真的要小心，要非常小心。剛剛這些行為大家都不要學哦，不管多吵多氣的時候，真的都不要講出這種話。所以我們簡單複習一下這一集的3大辨識：一、過度依賴你或毫無底線對你好，不要以為這是好事，很容易歪掉。2、生活重心是不是只有你？把他的情感啊、愛啊、經濟啊、情緒啊，全部重壓在你一個人身上，他是不是幾乎沒有別人？那這段關係會很容易失衡，因為你是他的全世界。3、吵架的時候、生氣的時候，會不會做出不顧你安全的行為，或者會威脅他要傷害自己以達到目的？這3個都很可能是恐怖情人，而且經常是3個加在一起的。那我覺得1是最不容易發現的，因為1只有好而已。2、3還比較容易。我想到一件事情，當年我們那樣相處的時候，身邊也沒有人發現他是恐怖情人。我是因為跟他分手很多年，我很清楚，就是大家會覺得說，如果他發飆，那你就趕快安撫他。他平常那麼疼你，他很愛你，然後沒有人發現他是恐怖情人。我跟你講，真的，所以這就是這一集這麼重要的原因。身邊的所有人都還會勸你說，他對你真的很好，因為他平常營造出來的整個形象會超級好，甚至他對你朋友也都超好的。但我當年都沒有發現我很難發現，而且你的朋友還會來檢討你。對，你為什麼？朋友會說你要好好珍惜他，因為這種男生不多。要多吵架才可以發現對方的真面目。只要一吵架有剛剛那些行為就知道啦。然後平常好的要死，然後一發飆在那邊拔方向盤或把你丟在陽明山，然後你跟朋友講，朋友還檢討說一定是你讓他太氣了，他平常不會這樣。對對，什麼東西沒有人要站我這邊？傻眼。對啊，這種真的是大家一定不要再這樣子了。這是有問題的關係。你的朋友如果被丟在山上，你就要安慰他，不是幫男方講話，好不好？只要他這樣子做，你就要立刻警覺說，他沒有在顧你的安全那他平常對你的好，根本對假的。對，他平常如果真的這麼愛你，這麼疼你，他絕對不會這樣子捨得把你丟在路邊，然後不擔憂你的安全。你遇到壞人怎麼辦？然後他有沒有想過那麼晚陽明山叫不到車怎麼辦？他都不管那這絕對可以抵消掉他全部的好。你就要意識到那個好不是真的好，因為他竟然會傷害我。
完全不顧我的安全，這一點就一定要立刻開始鋪分手。你不要再催眠自己說，可是他平常對我很好欸，平常對你再好，一次的傷害你就沒了啦。好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。那如果你想進一步研究為什麼有人會追求不成、復合不成就要傷害他人，請看《混沌少年時》這3集會員影片，你會更加了解這類事件後面代表的社會問題，可以幫助你的两性關係跟心理狀態。那如果你打算擇偶、結婚、生小孩以及育兒、教孩子的話，我真心建議你可以多看多了解一下。希望大家談戀愛都能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哦。又聊太長了，都平安，平安很重要，平安的交往就好。追求幸福要追求平安，又活過一天啦，平安，我又活过一天啦。如果喜歡影片，歡迎訂閱，可以加入會員看更多影片哦。